世界之道与无为的现代启示，无为而治。从黄老到 AI， 在这个人心复杂、人口众多、资讯爆炸的时代，到底有没有可能用无为而治的方式来治理世界呢？第一章：现代世界的常见问题。今天的世界很复杂，人心多变，人口又多，资讯爆炸。我们活在一个靠法律维系的时代，资本说了算，权力和私心又笼罩一切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还能谈无为而治吗？道德经里讲的无为，真的能解决现代问题吗？看起来很难。所谓顺应自然，不靠私欲引来，在今天能起什么作用呢？拿经济来说，有人试过休克疗法，在市场健全的国家还能奏效，但放在苏联，结果就是经济彻底休克。其实道德经更多是站在领导者的角度，从上而下去思考治理，而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。如果一个时代被专制和私心笼罩，那么光是期待领导少一点干预，少一点压迫，这样的无为，又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呢？第二章：无为的核心真相。铁盘刘彻与汉儒杜撰的《道德经》，回到最初的黄老之学，才能真正理解无为的精神。真正的无为，是来自对真相的觉悟。比如古人说的“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。复守其物，莫身不殆”。这些话讲的就是宇宙真相。当你体悟到宇宙当前的处境，就会明白无为就是最佳良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宇宙就像一个严重污染的湖泊，而有为早已经成为污染源。整个宇宙已经陷入地域化的漩涡之中。你可以想象优氧化极其严重的池塘，鱼儿纷纷上浮大张其口，是该让水净化，还是再向鱼儿投喂更多饲料？关键就在于是否觉察到真相。觉悟真相，就好比你发现前方是一个大瀑布，唯一能自救的方法就是赶快往回滑，否则就会坠落深渊。这就是无为真正的意义，也是它最大的作用。第三章：治道层次与评分体系。在西方，政治和宗教是分开的，政治只管法律，而法律之上的道德交给宗教去守护。但在华夏文明里，道德范畴不是模糊的概念。从夏朝到周朝，实际上已经演绎过一次完整的治道。总结下来，在法治之上有5个层次：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；而在法律以上也有5个层次：法、报、乱、灭、亡，加在一起就是文明治道的10个等级。我们甚至可以把这10等级做成一个治理评分表。基础分数是道9分，德8分，仁7分，义6分，礼5分，法4分，报3分，乱2分，灭1分，亡0分。再把这些分数乘以10，
就得到大致的治理分数。比如，法治是4乘10等于40分。如果法治里还有义的精神，能挽救法律的公平合理，那就可以算4乘10加6等于46分。有了治道分数，就能看清当前的治道水准，也才能成为觉悟真相后的无为动能。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。无为与治道的关联。理想的无为而治，应该是建立在道法自然的高阶治道上，也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治理。但问题是，在今天这个文明普遍腐化的时代，光靠道法自然不但没办法让世界太平，反而可能让局面更乱、更堕落。所以，真正的关键不是什么最好就用什么，而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道法制度，也就是以礼法为主的治理，反而才是比较合适的选择。那么，无为该怎么判断用哪种治道呢？如果文明内部还算健康，就要努力往上提升，回到高阶治道。因为法治其实只是低阶治理，就像考试只拿40分，只是不用受罚，当然要往更高分努力。但如果文明已经病变，甚至腐化，那就得先守住底线，避免治道掉得更低，才不会让人民被私欲和仇恨拖进深渊。道法制度的治理水准大概在40到59分之间，这是一个公心和私心拉锯的阶段。在这里，46分是一条分水岭，高于46分还能维持公心，低于46分就会掉到法治之理或法治之法。表面上有法律，但可能不公平、不合理，甚至是恶法依法。所以，一旦发现法治不足46分，就必须设法往上返回，否则治道就会被私欲拖下去，往暴治、滥治滑落。无为的3大智慧。黄老之学，圣人居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而弗之也，为而弗之也，成功而弗之也。夫为居，是以弗去。其实可以用来解释无为的3大智慧。夫为居，是以弗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有为太过，就要懂得回头，这就是反。为而弗治，就是不加太多限制，这是谋。作而弗治，就是不去强行干预，这就是弱。反，就是能看清真相，懂得回头，带动大家一起觉醒。柔，就是让人有公平的发展机会，不设太多框框，让人人都能平等。弱，就是给人行动的空间，不强压，不干预，让人人都能自由。那要怎么做到这3点呢？答案其实在另一句话里：其安也，亦持也；其未兆也，亦谋也；其粹也，亦判也；其知也，亦见也。谓之于其无有也，治之于其未乱。意思是，在问题还没发生，还只是苗头的时候，就要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。放到今天来看，
社会太复杂，光靠人力不够，所以需要 AI 来帮忙。比如，我们可以设计法治侦测系统，一旦法治水准低于46分，就要立即回头修正。维持各种生态的平衡和健康，像榫卯结构一样有弹性又稳固。这时候 AI 侦测系统就能监测各种生态，如经济，如果出现失衡苗头，就设法让生态自然恢复平衡。若从教育根本下手，在公民教育中培养法治观念和公信信仰，只要人心正，行为自然不会偏。这就是无为三大智慧在今天的应用。无为不是袖手旁观，而是给世界一种最温柔的力量。懂得回头，让人觉醒；懂得放手，让人平等；懂得退一步，让人自由。这就是无为的美好。